Hello， 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。每天呢，我们都在忙着照顾孩子、应付工作，是不是常常觉得很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好好喘口气的瞬间呢？今天我们就要一起用仅仅一杯茶的时间，来学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快速安静下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上一次感觉到真正放松是什么时候呢？我说的不是那种滑手机、追剧的暂时分心哦，而是那种你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呼吸，感觉自己正活在当下的那种很安静的时刻。你先不用急着回答，我相信在这段分享的最后，你心里或许会有更清晰的感受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压力好大，关键可能不是事情真的多到做不完，而是我们的大脑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停下来。其实在生理学上，这有个说法叫做持续性认知负荷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大脑总是在运转，不是在担心未来、懊悔过去，就是在处理各种资讯，从来没有真正的关机休息过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一个超级简单，但效果却非常深刻的练习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3分钟的重设按钮。透过这个练习，你可以帮助那个想太多的脑袋暂停一下，可以降低压力和焦虑，重新找回专注力和情绪的稳定，甚至你还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专属的日常的心理复原仪式哦。对了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我有个很温柔的提醒要送给你。而且最棒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练习非常强大，但它完全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经验或昂贵的工具。你唯一需要的就只是3到5分钟的时间而已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。这很有趣哦，你看哦，我们平常喝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一边滑手机一边回讯息，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喝完了，根本不记得自己喝了什么？但正念的方式呢，是完全相反的，它是专注的、放慢的、带着觉察的。这中间最大的差别，其实不是你喝了什么，而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里面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样透过很简单的5个步骤，在品茶的过程中温柔地把自己带回到当下。首先，第一步就是慢下来，从您倒水、拿起杯子这些准备动作开始，它们本身就是一个要让大脑放松的信号。这里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慢。再来第2步，用你的感官去单纯地注意杯子的温度，闻闻茶的香气，甚至听听水流的声音。你不需要去分析它，你只要去感觉它。接着是第3步，一口茶，一个停顿。当你喝下一口茶的时候，试着让茶汤在嘴里停留个2秒钟。你别小看这个动作，这个小小的暂停就能打破大脑那种自动化的惯性模式。第4步是用呼吸来重设你的节奏，试试看，在你拿起杯子的时候吸气，然后放下杯子的时候吐气。这个简单的连结，其实就是在启动我们身体的自我调节系统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跳和肌肉慢慢放松下来。最后第5步是自我核对，喝完最后一口之后，请你停下来，在心里轻轻地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身体的感觉怎么样？有哪个部位感觉比较放松了吗？我的心情跟刚刚比起来，有没有什么细微的变化呢？好，那当你开始练习的时候，我几乎可以跟你保证，你的心一定会飘走，一下子想到等一下要买什么菜，一下子又想到工作上的事，这非常非常的正常，完全没有关系。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，
正念练习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停止思考或做到脑袋一片空白，不是的。它真正的目标是，当你发现自己分心的时候，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很温柔地把注意力带回来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你看，每一次你发现自己分心了，然后温柔地把注意力拉回来的那一刻，你其实都在锻炼你的心智肌肉。这真的不是失败，恰恰相反，这本身就是最珍贵的练习。好的，在我们了解了方法跟心态之后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去实践它了。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练习很轻松地、没有压力地融入到你接下来1周的生活里。这个就是你本周的微行动练习，很简单。每天呢，只要给自己找一个很简短、很安静的片刻，然后呢，用我们刚刚学到的方法练习3口正念品茶就够了，真的3口就好，用温开水也可以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，拜托，请把手机放在一旁，给自己一个承诺，我要完全的专注在当下。那么现在在学完了这个方法之后，我想再次邀请你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不用去分析，就只是单纯地感受一下，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，你此时此刻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要给你的温柔提醒。我们总以为真正的放松好像需要去旅行、去休假，或者一定要离开压力源才能找到。但其实真正的放松，它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在日常的喧嚣当中让自己回来的能力。而这份平静，它从来都不是从外面找来的，它一直都在你的心里，只是我们可能在忙碌中真的太久没有回来看看它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练习，也想持续的滋养你内在的这份平静，非常欢迎你订阅按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。我也想邀请你在下面留言，跟我们大家分享我现在的感觉是，让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温暖社群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身边有哪位朋友，他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片刻，请你把这份分享传递给他。我们下次见。